他们有卖整只鸡6.9元，不到200块可以买整只鸡耶，还算蛮便宜的。它好像是男女混浴，但是裸体浴，所以我还蛮期待会遇到什么的。全世界最高的教堂啦，到啦，就在我身后这里。现在要去德国的超市，叫做 Netto， 比较便宜的超市。德国的超市跟瑞士的很不一样。德国的朋友说不要买鲜奶，因为很容易拉，而且冰箱温度不够低。但我瑞士的朋友说来德国一定要买一下鲜奶，因为味道不一样，而且很便宜，就喝喝看吧。拉就拉吧。又自助结上去，竟然有卖卡片。食物跟卫生纸，以下价格，这样一长串才1.99，然后我昨天就是靠它过生活的，2.79欧宙斯，台湾的看起来比较厉害，就是综合果汁的感觉，还有马卡龙，新鲜面包区，但看起来超硬的，感觉嘴巴会再次破掉。优格奶油，小优格的价钱好像瑞士差不多，这应该是他们的牛奶。还有分 fat 跟不知道这是脱脂吧？提拉米苏一盒2.69，对，比较小罐，它是140G 而已。大罐的优格，只要0糖49欧，冷冻食品，好像没有卖披萨、大肉之类的。我们昨天好像吃类似这种腌过的，直接吃的，也是冷冻食品。鲜的肉，那个肉看起来好可怕哦，一条一条、一丝一丝的，好恶不喜欢那样。然后整只鸡他们有卖整只鸡6.9元，不到200块可以买整只鸡耶，还算蛮便宜的，100%的 apple juice。我买了一大盒提拉米苏，很适合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下。然后这一盒不到台币100块钱，我觉得蛮划算的。我总共买了一大瓶苹果汁、1罐牛奶、1条吐司、1小罐优格跟提拉米苏，还有一块乳酪。乳酪比瑞士便宜非常多，所以我想吃吃看那种发霉的乳酪。好，现在我们到了巴登了，准备要去看一下这里有名的温泉。来到巴登的公车站，要搭218或是243的公车。118或是243的243，2分钟后就会来了。上车买票，要买帮票会比较划算，但是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所以有点混乱，就来不及买帮票。不然的话，今天买帮票应该会24块钱就可以无限搭乘。算了，当然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先安排好行程，会比较好。当然来到了巴登的市中心，靠近浴场的地方。等一下就要去泡Hot Spring。巴登这里让我觉得还蛮喜欢的，比较有像 Switzerland 的感觉。这边的建筑，巴登这边跟斯图加特的感觉完全不太一样，这边就比较乡下一点的感觉。欧洲的店大概不管是在瑞士还是在德国，他们都还是以玻璃橱窗为主。我可以看到巴登这边的确有些建筑就还蛮新的，虽然也是就是很典型的欧洲建筑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弗里德里希浴场，非常大的一个浴场，然后中间有一个圆池，然后好像是男女混浴，但是裸体浴，所以我还蛮期待会遇到什么的。就可以看到他们就是餐厅的话，在街边都会有位置，不一定是在室内。我个人蛮喜欢这种感觉。巴登小镇蛮漂亮的。依然是德国的包装店，可以在这边买到一些像我们的屈臣氏里面卖的东西。这里有一家还是蛮可爱的店，外面卖很多鞋子，然后这里买了一些卡片，应该像是书局类的。现在这个时间点还蛮多人在餐厅用餐的。前面就到了我们弗里德里希大浴场了，然后不知道进去要多少钱，来问一下门票。
要正式来泡男女混浴裸汤了，就是有点期待，有点兴奋，不知道会不会看到帅哥。虽然自己可能也没多美，但还是蛮期待的。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去吧。但里面应该是不能摄影的。建筑物是还蛮漂亮的，跟他合照一下。哇，这个浴场总共要泡3个小时，然后有17站，17个 station， 然后一个人是32欧元。现在洗完巴登的男女混浴温泉浴了，它里面超大的，就是它其实不是只有一个池，它是分成非常多的池，大概有17个。可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呢，它有其中几个是不开放的。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尴尬，可能我个人也比较开放一点，就是觉得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。蛮推荐大家可以来一下的，一个人32欧，但是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体验。然后里面整体还算蛮高级的。然后我刚才在烤箱，它烤箱超大，还有分不同的温度，蒸汽室也是分不同的温度。然后我刚刚整个在烤箱里面睡着，因为它是可以躺在里面、趴在里面的。现在要来觅食一下巴登的主街区，我现在肚子超级饿。这家看起来很高级的餐厅有火在烧。然后整个座位看起来非常的漂亮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刚有一班比较早的车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查询的时候没有查到那班车，所以就是我是搭10点01的车回去，所以现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空无一人的车站。在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去巴登的感想。佛里西里浴场就是那个最有名的大浴场，它里面总共分成17个 part。那一进去是先做一个 shower， 你可以自己调水的热度，然后 shower 干净以后进到比较低温的烤箱，但其实还是蛮温暖的。然后烤箱非常大，上面还有一些壁画，然后有一些躺椅跟座椅，然后它都会发毛巾给你。第3个是进到温度较高的烤箱，然后眼镜它外面有个眼镜防治架可以让你放眼镜。第4、第5个因为疫情关系，所以现在是 close 的状态。第7是进到蒸汽浴，边比较低的蒸汽浴，然后第8就是比较高的蒸汽浴，因为会流汗，所以就是可以冲洗这样子。完了以后就进到一个热水池里面去。热水池完了以后，进到一个微凉的冷水池，然后再进到一个比较深可以游泳的圆形冷水池，就是网络上照片大家看到那个最有名的水池，然后它是在一个后里面，那个后就是非常的漂亮，非常艺术装置。最后再进到一个冰水池里面去，这样大概算是完成了整个它的过程，大概是3个小时左右。它那边也有附吹风机等等的，所以不用怕说头发没办法吹干。现在已经到了乌尔姆了，天气在这边非常的好。在我正前方就是全世界最高的教堂，哇！有没有看到那个塔尖？不知道有没有来得及可以上到塔顶。这个教堂真的非常大，非常的壮观，觉得有来是对的选择。我觉得斯图加特太大城市了一点，我比较喜欢像这种 town 的感觉，会有很多的 restaurant 或者是 cafe 在旁边，坐在那边喝咖啡啊，休息。我们离教堂越来越近了，超高。哦，在我正前方就是全世界最高的教堂啦！当然就在我身后这里，非常的壮观。哇，刚好遇到6点半整点敲钟，来这边蛮这样外面其实应该是有在整修这教堂，它写开到6点那是不是不能进去了？推推看好了。我们来晚了一步，没有办法进去参观了。现在这边有街头艺人，旋律非常适合在这教堂外面聆听。其实觉得很羞愧、很羞耻，自己的状态如此之差。表面上想装没事，找各种借口让自己好像正常，但实际上更多是力不从心。在德国将近1周，几乎什么都没做，除了睡眠时间拉长，整个人相当忧郁。借住在朋友的住处，其实隐约也有感受到朋友从欢迎变成排斥。不过我也能理解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接纳或是理解这种状态，对方也并没有义务。
嘴上不说，但双方心里应该都很不好受。对方可能期待是开开心心创造回忆，而我可能很希望被接住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虽然有一些被树挡住，但是它的高耸跟它每一个尖塔的设计都是非常的别出心裁。地板上其实都还蛮干净的，大家都不太会随地乱丢垃圾。我也有发现，欧洲的抽烟人口其实蛮多的，可能也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到处都有设置垃圾桶。教堂从不同的方向看，就有不一样的特色的感觉。这里有一间冰淇淋店，因为我朋友说德国的冰淇淋便宜又好吃，来看一下是真的还是一种迷思。Ice cream shop. It's closed. Yes. Okay, thank you. 肚子饿了，不想要吃超市，想要吃热食。因为这几天的状况真的不太好，来德国以后几乎没有在记账。我的芬兰朋友推荐的在这里，我们等一下就来开箱一下。他说超好吃，找个位置来坐。咖喱香肠吧，这个面包加上这个香肠要3.9欧，个人觉得有一点小贵。朋友推就来吃吃看，蛮好吃的。但这香肠是热的。我现在只要热的就至少就有7分以上，撒上那种咖喱粉，然后加上很多的番茄酱。明信片时间，买了2张明信片，要寄给2个人，一个寄给我自己。今天晚上德国超冷的，跟瑞士比起来，德国的自然感觉真的没有像瑞士那么好。火车站这边就比较乱一点，现在是晚上，但人还蛮多的啦，所以可能还好。但是我觉得真的没有瑞士的那种安全感，所以每个国家的文化真的不太一样，大家真的要注意。刚刚一整个搭过站，搭到不知道哪里去，还好很快就有车搭回 Stuttgart。不然的话就不知道去哪里。然后我现在要去酒吧，然后跟别人一起去酒吧，去认识新朋友。啊，我走错方向了，我奇怪，我明明方向感这么好，怎么会走错方向？我现在在 bar 里面 ，This is my new friend Sebastian, and have a good night with him. We are cheering in the bar. 喝酒这样会配吃这个起司，然后我今天点的是白啤酒。现在虽然在德国，但是我想开箱一下，就是这一只 Switch 手表。就是我要讲一下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就是呢，我要到德国来，从瑞士到德国来的时候，在苏黎世中央车站冲去买了一只手表，只花了3分钟买一只。然后我一进店里，我就问他说：“请问最 classic 的是哪一只？”然后他就指这只给我看。然后因为我朋友有秀了一只在 Interlaken 买的 Switch 的手表，全部都是红色的，然后上面有写 Interlaken， 我觉得非常漂亮，真的很心动。但是那天我来不及去 Interlaken， 在苏黎世中央车站查到，哇，又有一家 Swatch， 我就在那边买了。开箱这只表呢，它的重点在于它是机械式齿轮，可以看得到里面。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齿轮，上面是瑞士的地图。那它的表带是用瑞士的纸钞做成的。我个人觉得颜色其实也比较符合我。跟红色相比呢，我觉得就是这样的颜色其实比较低调，就是可能也比较符合我个人的特色。然后因为我一直都有戴手表的习惯，所以我觉得这算是蛮适合我的一项单品。是我在瑞士的游客中心写的地图还蛮详细的，它的整个路线，然后 Swiss Travel Pass 有包括哪些的地方可以使用都非常清楚，所以我非常推荐，就是大家可以去游客中心拿一份，然后里面有一些就是介绍它比较多的景点的部分，然后它也有介绍 Swiss Travel Pass Systems， 就是你大概费用是落在多少天，然后可以用几天这样子。主要是走了 Glacier Express， 就是浅蓝色这一条，总共是耗时8小时的时间。我本来也要走 Golden Pass 这一条的，我本来要走这一段到罗桑的，但是因为时间来不及就没有走了。然后它也有就是比较小版的，像这个我就随身携带，就是告诉你 Swiss Travel Pass 就是到底有哪些地方可以用。然后因为它在列支敦士登这边都是可以用的，而且可以到奥地利边境的小城，大巴士可以到，所以我就是有利用这个道。不过大家要注意是，就是如果你是在瑞士办的网路，去到那边可能就没有办法使用。我那时候为了省钱，所以我是搭到最上面这一站，叫做肖夫尔夫吧。
搭到这里以后才转车到德国，因为我就是想说，最大化 Swiss Travel Pass 的部分，所以到德国的价格大概落在12欧左右，就不会太贵。然后我也有去游湖，就是游了Interlaken 的这个湖，2个湖我都有游，布里恩兹湖跟图恩湖我都有去游湖，2个湖都还蛮不错的，也都包含在 Swiss Travel Pass。然后 Swiss Travel Pass 呢，你也可以参观瑞士加上列支敦士登总共500多个博物馆，那我大概总共参观了5-6个博物馆左右，所以我个人是觉得，就是如果你在瑞士的天数有符合的话，然后你也有希望可以到处跑的话，是还蛮划算的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然后我就要跟这2张地图先说拜拜喽，明年再见。